耶，大家好，我是伊利。我们今天又要来做什么事情？就是煮乐高。但是因为大家看我应该都看腻了吧？煮乐高的主角，我们就决定下放给另外一位。他现在非常的紧张，我们请他进场。来，有请我们的令老叔、令老板潘令杰 ，A.K.A 小峰。不是说好不要再提那个外号？我们今天呢，角色就交换。今天是我摄影师伊利，主角1+1的门面，今天都要靠令老板来撑，所以就交给你了。不是只有今天，一直以来都靠我。好，随便。乐高打字机，你转一圈。先不要转，因为等一下有一个人会被骂，等一下再转。好，这款乐高，好吧，那先转好了。好，这款乐高。跟观众道歉，你为什么要这边把它咬爆？装无辜就是它。这款乐高编号是21327，这一次的组件呢有2079。200这么少2079。然后我看了一下，它的价格大概落在8000块左右。哇，非常贵。虽然件数少一点，但是你看到他写 ideas， 通常都会写18+，因为它会有一些零件上的编排，会让你说其实组件虽然少，但是你需要动用的脑袋会多一些些。然后其实我非常期待这款乐高，是因为我当初在看到它的预告影片的时候，它的卷尺跟它的这个排针是会跟着移动的。我突然想起我家以前有一个真的打字机，是我妈以前去上班的时候都会随身带，那个真的非常的重，大概7-8公斤左右，一目连连的就是所有的零件了。我稍微算了一下，总共有19包。然后呢，除了这个零件以外呢，还有2本说明书，其中一本是它的打印纸。这个打印纸呢，我觉得做的非常细节，因为它里面充满了各国的语言，中文、英文、阿拉伯文，任何我能想到跟我不能想到的语言都在这上面了。那这个的目的呢，我猜应该是最后你打字机完成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撕下来放在你的打字机上面。然后第2本就是它的说明书，我个人也觉得这个说明书其实算薄，所以今天应该是有可能可以完成啊。所以像这个是怎样？各位好，刚刚忘了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是今天的伊利助教。伊利助教为您看一下现在的时间。是下午5点整，5点整你不吃不喝做到今天结束的话，我觉得你应该没办法。依我对你的了解，你一定会做2个小时之后，然后说不行了，我累了，我要吃饭，我要睡觉。我觉得不会，因为这跟世界地图完全不一样，它的每一个步骤都。现在时间几点？6点整。啊，我刚刚几点开始？5点，所以我花了1个小时半。1个小时，6点跟5点，你会觉得是1个小时半？开个玩笑嘛。哦，好啦，我说我总共花了1个小时半。是1个小时还是1个小时半？1个小时。好啦，我错了。我刚刚认为这组乐高呢，应该没有到太难。但其实我陆续在做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零件非常的小，而且它每一个关节会有5-6种不一样的零件要组成，会一直重复做，可能每一组就是9个。我没有想到我会花那么多时间，我本来以为半小时就可以做完1包，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应该没办法完成。现在才过1个小时啊！我说你大概3个小时内你就会喊休息，你现在1个小时就喊休息啊！我做效果啦，做效果。好啦，继续啊。动作啊！我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。我刚刚在煮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因为它是一层一层的叠上去，然后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有一层它的高低是不平均的，然后我就一直回原本的看，然后又把它拆掉再重用，结果还是一样，它就是会有一点高低差。那是因为这一颗的关系吧？哎呀！找到问题了啦！我灰的放成黑的啦，2个高度不同啦，难怪。你不是猜猜爸爸很多次，为什么我一次就看到？我忘记注意颜色这件事情了，要细心，好不好？好了。我完成第2包 and 第3包了。这个2、3包呢，是我觉得蛮复杂的环节。第一就是它会把你前面做的第1包的零件
都把它运用在上面。然后你要有一些有点规律，但又不规律的方式，把它一一的排列上来，然后最后就完成了 keyboard， 非常的酷，我好喜欢这个部分哦。而且我真的太小看它了，它真的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，实在很好玩。因为你在做这个当中，你会觉得哇，看他怎么想的，怎么那么厉害？如果是我，一定想不到可以这样子做的那种感觉。Good morning, gozaimasu。好的，今天我要来煮第5包。没错，我昨天又偷偷煮完了第4包，就是它的前半部按钮跟它的外框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想办法完成剩下的7包。我煮了好久，终于把它煮成这样。抢功劳是不是？它里面真的好有趣哦！一不留神我就煮了3包，然后这3包是我目前玩过这整个里面是最有趣的部分。然后它其实原理很简单，就是透过简单的弹簧，然后跟几个齿轮来驱动整个打字机的结构。当到达顶点的时候，你就没办法再按，就会有一种卡卡的感觉。这时候你就要去拉后面的滚轮。哦，好好玩哦！回归到第一行的序列，你把它想象成是打字嘛？它真的是打字机耶！它换下一行这样的感觉。我个人觉得发明这个打字机的真的非常厉害，因为我很难想象，就是它可以透过几个齿轮、几个弹簧，然后就可以让整个是可以顺畅的运作。然后它接下来的我还有4包，应该就是在盖它的壳，然后还有它放卷尺的地方。我在学伊利。哦，是哦。啊哈哈哈哈！啊哈哈哈！不小心昨天又过了一天哎。今天我要来继续做我剩下来的乐高步骤。1、2、3、4，剩下4包，而且零件看起来蛮大的哦。这样。你会不会很忙？会嘛，对不对？你很多事，他说那我帮你煮。那你煮了，你那个后面小故事就要麻烦你哦。你自己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好的，我刚完成了上1包，我现在呢要来做这个第10包。明明刚刚就是我做的。我是潘令姐，我现在安安不昏。1、2、3、5。怎么会有5个？明明是要4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大概做了几个钟头啊？笑什么？拉包脸像智障。这个不是令老板逼我的，是我看他玩这些实在是太有趣了，所以我想说，我也想要参与，我也想要玩一部分，让我满足这些有趣的东西。这一包它是要做卷尺的滚轮，那我刚刚已经做出它的下半部，乐高就是方方正正，它到底要怎么把它变成是圆弧形的东西呢？它就会有一些圆弧的组件啊。会不会卖关子？你要说我也不知道哎，我也不知道哎，到底怎么做到的？好紧张哦。终于做完了，我花了好多时间哦，大概花了2、3天的时间才好不容易把这个打字机给做完。很会抢功劳哎，终于完成了，然后整体真的非常的满意。打字机呢，我觉得它可以分为3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一开始在做的地方，就是这边的按钮部分，也就是打字机的前半部。那这半部呢，其实稍显无聊，因为它就是由各个同样的组件，你要一直重复的做。当你开到第3包的时候，这个按钮出现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非常开心。第二部分的话，就是键盘以后的基建部分，然后这个部分是我认为最好玩的地方，也是我觉得最复杂的，因为它的零件虽然
然很多，但是它每一个又是不太一样的，所以它的种类很多元。所以你在找零件的时候，其实会花很多时间。后半部就是接下来就是这个滚轮跟它的盖子，所以整体其实还是蛮简单的。时长的话，大概需要1天左右是可以完成的。它的零组件不多，所以不会让你一直煮到你觉得没天没夜，觉得我煮到这里差不多就完成了一个地步。它的成就感是蛮重的，它是有它的不同的零件在上面，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喜欢一些机关机构的人去玩，你会觉得所以它蛮有趣的。这个打字机上面还有一个这样的拨杆，这个就是以前的打字机，它只能打黑色跟红色，所以就透过这个拨杆的方式去调动这个色带，看你是要打黑色部分还是要打红色部分。但这个因为是假的，所以它只是做个样子而已。L E A N I A L L Y， 你多打一个 L。好 ，Love L O V E U Y O U and N D Me and E， 我已经不知道在打什么，因为我有限单字的这些。当你打完的时候，它这个滚轮就会到底，然后你就可以往前一。完了，解体了！你不要以为这是你做的，它就很坚固。好，我们就推到底啊，解体了。我们来插入它给的纸，就这样子，你知道这反而过来，它才会这样。你平常有跟印表机谈过恋爱吗？没有谁会这样谈啊？拍丽姐，拍丽姐你好棒！拍丽姐，拍丽姐最聪明！拍丽姐，拍丽姐好棒棒！我觉得这款乐高打字机很适合摆饰装饰家里，而且它的各方面看过去都是一个很完整的作品，就像它的背面，它这边也有贴上当时这台打字机的一些型号跟名称，然后前面也有它的品牌名称。然后还有，我觉得我发现一些巧思，它有透过一些小的乐高组件，让它感觉上是打字机的原本有的铆钉一样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酷的小细节，它的这个色带啊，以及它特别里面会有一个中空的感觉，看得到里面的机械感，看起来是很赏心悦目的一个，算是一件艺术品，我觉得。这个系列的乐高蛮值得购买的。好，酷酷的。我们一起这样子站，然后就结束了。不是一个小剧场吗？
这一次这个不好做啦。上次世界地图就好做，世界地图很好做啊，你就想讲几个那种世界事件啊，然后就拿出来讲啊。哇，你就把别人的辛苦努力拿去当你自己的功劳，讲得很简单哎，哇，很难真的很难我知道什么了，你就假装是那个 lofi music 就好了。